vivo X100 Pro 和三星 S23 Ultra， 今天看看它俩的对比啊。那么厂家说呢 ，X100 Pro 实际上是照着 Pro Plus 这个级别去做的。那你们还记得当年 X90 Pro Plus 跟 S23 Ultra 的激烈对比吗？那这回就来看看 vivo 新出的 X100 Pro 跟 S23 Ultra 对比到底会怎么样。那注意看下方的进度条啊，我们的对比环节还是非常丰富的。希望你能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因为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活下去的动力。那正式测试前呢，还是鼓励摄影环节，我会用手机去瞎拍些照片。我拍的不好，抛砖引玉，因为看到大家在回复里发的很多照片都非常好看啊，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到摄影中来。那前面的照片就是这两台手机所拍摄的，但是注意啊，是台手机就能拍，您的手机也能拍，关键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。欢迎收看 ZPH，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的独立发展非常有帮助。那下面就来看看它俩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吧。两台手机的后摄主要焦段配置都列这儿了啊，那这里呢就主要提醒一下，它们都是定焦镜头，没有光学变焦，没有光变。vivo X100 Pro 的拍摄界面呢有5个焦段切换按钮，但是呢2倍跟10倍呢是数码变焦，它只有超广角1倍和4.3倍是光学镜头啊。但是它点击每一个焦段切换按钮都会出现等效焦段，这点非常好。点击1倍按钮就是主摄焦段，还可以切换出2835两个小数码变焦焦段啊，这点也是不错的。三星 S23 Ultra 的拍摄界面给了4个焦段切换按钮，也就是前面说的4个光学镜头。那么点击这些按钮呢，右边还会出现其他的数码变焦焦段。下面我们就每一颗镜头再结合应用场景，看看这两台手机的实际表现了。这也算是 X100 系列大哥没有出来之前啊，它的小弟 X100 Pro 跟传统豪强先来比划比划。那么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。参数都列这儿了啊，原生像素是三星的更高，但是感光器尺寸呢是 vivo 的更大。从主摄的实拍样片上看呢，两边的成像风格还是挺接近的。那么中心解析力呢，从光学上说啊，两边的解析力是差不多的，但是三星的锐化呢更重一些。镜组的光学质量就要看边角画质把控了，这看的可是镜组的制造成本啊，这可是每一颗镜头花的钱多少，也就是你花的钱值不值的问题。三星的表现更好，但是 vivo 的感光器是更大的，它是更不利于把控边角画质的。那只能说呀，三星的每一颗镜头的造价呢，跟 vivo 比呢是只高不低的啊。再看一组主摄的样片，这回 vivo 的颜色更鲜艳啊。那么中心解析力呢，还是从光学上说两边都不错，但是锐化呢还是三星稍微重一些。镜组的光学质量，这回咱们看另一边。那么这回 vivo 的表现呢还是不错的啊，看它两边还是稍微有一些公差的。那三星的表现呢很稳定。再看高清模式的表现， vivo 是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，三星是2亿像素高清模式。那么中心解析力呢 vivo 这边出现了萎色，而且在解析力方面呢也确实没有三星的强。那换一个地方再看，比如说白灯上下的花纹啊，也确实是三星的解析力更高。那不过呢 vivo 这个5000万像素的解析力啊已经够高的了。再说超广角镜头啊，从参数上说呢 vivo 的原生像素是更高的，三星的视角呢更广。看实拍样片，颜色风格呢两边还是非常接近的，视角差距呢如图所示啊。
那中心解析力从光学上说，两边还是不分伯仲的。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，两边也能看出明显的下降痕迹啊，总体水平也是相当的。但是三星的超广角视角更广，它是更难把控变焦画质的。从这方面说呢，三星的镜头成本造价更高。再看一组超广角样片，颜色风格还是很接近的。那么中心解析力呢，从光学上说，两边还是不分伯仲啊，但是可以看出来三星的锐化稍微重一点。镜组的光学质量，这回看另一边啊，仔细看呢，还是三星更强一些。那加上三星的视角更广，那基本可以判定了，三星的这颗超广角镜组的造价肯定是更高的。vivo 这边超广角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，三星的超广角呢是没有高清模式的。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呢，肯定是 vivo 的更强，但是 vivo 画面中心的颜色呀，稍微有些失真。再说中长焦镜头，那论中焦这块呢 ，vivo 是没有的，三星是有一颗3倍的中焦镜头的。长焦 vivo 是4.3倍的长焦镜头，三星是10倍的长焦镜头，但是 vivo 这边的原生像素是更高的。中长焦这块，咱们先从2倍焦段开始看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啊，解析力呢是 vivo 做得更好。那根据以往的经验呢，这点也是没有悬念的。再看3倍的表现，3倍呢 vivo 还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三星是有3倍的光学镜头的。那么解析力呢是三星的更优秀啊，但是三星的噪点稍微多一些。那说到噪点呢，其实到了手机时代，我发现很多人都关注噪点，认为噪点就是一切，这点我真是不能理解。像我们从胶片玩过来的人，我觉得这个噪点根本就不算什么，最关键的还是解析力啊。现在 vivo 就是 4.3倍了， vivo 的 4.3倍呢就是光学焦段了。那跟三星的3倍比呢，在解析力方面的优势是非常大的。那么三星就算调到 4.3倍的解析力呢，也不可能战胜 vivo 啊，差距还是这么的大，这点是肯定的啊。更何况 vivo 的 4.3倍还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，那三星的中焦跟 vivo 比呢，那肯定是差得很远了。现在是10倍焦段的对比， vivo 是10倍的数码变焦，三星是10倍的光学镜头，解析力肯定是三星的10倍光学镜头更强。但是三星的10倍呢，还是噪点稍微多一些啊。vivo 那边虽然说没有噪点，但是涂抹感更重。但是重要的是，解析力永远是第一位的啊，噪点什么的无所谓。那这里插一嘴啊，很多人对比呢，他是有点外行的，他会用这种横竖线条比较明显的图来对比。那结果呢，就是通过 AI 的计算，那 vivo 这边的解析力跟三星的光学镜头是差不多的。那其实这些都是 AI 的功劳。那真正要对比呢，就要对比这些 AI 猜不出来的图，看的就是硬实力了。再说微距拍摄，这两台手机拍摄微距呢，代表了如今手机拍摄微距的两种方案。vivo 这边呢是长焦微距，三星呢是超广角微距。他们俩拍摄微距的效果呢，如果放大看的话，其实是很接近的，但是在使用上的差别还是很大的。长焦微距拍摄的时候，离被摄物体更远，拍摄昆虫呢更方便一些。但是缺点呢，就是防抖啊，对焦方面稍微困难一点。那超广角拍摄微距呢，离被摄物体很近，可以用手来当支撑点，那对焦呢会更方便。那缺点呢，就是由于离得太近啊，会遮挡光线呀，拍摄昆虫啊更困难啊。再说前摄，用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，没有调其他的设置。那如果手机直接切换到人像模式呢，那就让它自己切换好了，我们都不手动干预。从实拍样片上看呢，两边的效果可以说是都够精致的啊。磨皮方面仔细看的话 ，vivo 稍微重一点点，那三星也是有磨皮的。总之，两边的前摄自拍效果看起来都挺不错啊，也都挺精致的。前摄录像用的也是手机的默认设置，两边的水平看着也都挺高的，清晰度、防抖呢都是那么的接近。颜色上是稍微有些区别的，那我也不好说哪边更好看，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？再说人像拍摄，用的就是手机人像模式里的默认设置，没有调其他的。从照片效果上说啊，要说精致程度，还得说是 vivo 更精致，但是这个精致的代价呀，就是磨皮更重一些。三星那边明显更写实啊，但是肤色啊、衣服的颜色还有背景颜色也都属于上乘的。这两边的风格主要差别就是在磨皮上，那么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？再看追逐宽容度的表现，那么难度低的场景呢，两台手机的表现都是不错的，无论是亮部细节还是暗部细节，尤其是树枝跟天空的分界呢，两台手机做的都不错。那么尤其是这张照片，超广角的表现，松树的颜色呢，还是三星更好看一些。但是随着场景的难度增加，两边的成像风格差异也大了一些。只不过呢，这个风格还是很统一的，大家也能看出这个规律。
总之呢 ，vivo 这边呢，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都在极力的还原暗幕细节，让暗幕细节尽量的丰富。但是三星那边随着场景难度的增加呀，尤其是主摄，它的暗幕细节呈现呢，慢慢的有点跟不上劲了。我感觉还是这代三星采用的2.1像素主摄在读取速度方面啊不太够啊，这是我个人猜测。到了最难的场景呢 ，vivo 的主摄呀，这个暴力提升暗幕细节已经让照片有点难看了。而三星那边呢，虽然说暗幕还有细节，但是噪点是非常严重的。超广角的表现呢，三星还稍微好一些 ，vivo 这边暴力提升暗幕细节，还是让照片看着有些不太好看。再看夜景的表现，还是先从难度低的场景开始，但是也有强光，也有阴影。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在前2个场景的表现呢都很出色啊，都没有问题。现在是2倍焦段的表现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成像风格略有区别。vivo 这边看着更稳重，三星暗幕细节呈现更丰富。现在 vivo 4.3倍，三星是3倍，它们都是光学镜头，成像的风格呢跟刚才一样啊 ，vivo 看起来更稳重。三星这边呢，画面有些发白，但是暗幕细节呈现呢稍微丰富一些。到了10倍焦段 ，vivo 是数码变焦了，整体照片看起来很漂亮。三星呢，居然也是用10倍镜头直接拍摄的啊。到了夜晚呢，只要有亮光的地方，三星这颗10倍镜头还可以啊，就是照片的观感呢，看着有些发白。这个场景要说拍的好看呢，还得说是 vivo， 但是三星呢也是有进步的。之前主摄它直出可是非常糟糕的啊，经过系统升级之后，三星在这个场景直出拍出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了，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那么超广角呢，要说好看呢，也是 vivo 的好看。这个高难度场景虽然说它俩风格不同，但是跟其他家手机比呢，也都属于上乘的表现啊，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都是如此。但如果说拍的好看呢，那还是 vivo 看着比三星更好一些。像这个场景呢，两边就不分胜负了啊，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。祖传神树场景开始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，咱们看看厂家软硬件配合怎么样。主摄的表现两边水平都很高。那超广角得说一下 ，vivo 到了这个场景，夜景曝光时间是超广角啊，达到了7-8秒，我的天哪！但是效果呢也没有比三星强太多。健身器场所主摄的表现开始出现了差距啊，肯定是 vivo 的更好一些，但是好的不多。vivo 的感光器尺寸更大，是1英寸的，而且曝光时间更长。那可见三星这个小底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。那这个场景呢，超广角的表现两边都还可以。数流小路场景 ，vivo 依然是以更大的感光器加上更长的曝光时间，微弱的领先了三星啊。但不管怎么说啊，强就是强。超广角的表现这回能看出 vivo 的超长的曝光时间管用了啊。整个的效果呢，细节呈现是要强于三星的。祖传神树 Pro 场景也没有什么悬念啊。vivo 主摄的表现是要比三星更强一些的，超广角的表现嘛，两边除了颜色不同，细节呈现倒是差不多。牛流氓小巷这个场景，由于树叶都掉光了，环境亮了一些，可以来这儿试试夜景了。那么主摄的表现，反而两边的差距缩小了。那 vivo 这边也就是颜色稍微比三星正一点点，细节呈现呢，差距并不明显。超广角呢，主要也是颜色的区别。要说细节呈现啊，那两边就都别指望了。视频录制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，也是最接近微信、抖音等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。现在是主摄的表现，两边的成像风格还是那么的接近啊，清晰度跟防抖呢都属于上乘。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，清晰度、防抖两边都没问题，但是视角的差距呢比较大，三星的视角更广一点。现在是2倍录像的表现，防抖两边都非常不错，但是清晰度、解析力是三星的更好一点。现在 vivo 是4.3倍，三星是3倍，它们都是光学镜头啊。防抖方面呢 ，vivo 稍微有一点点晃，三星是真的够稳的。在清晰度和解析力方面啊，在各自的焦段上，两边做的都非常不错。现在是10倍焦段的表现 ，vivo 那边是数码变焦，三星是光学镜头。那这回无论是防抖还是清晰度还是颜色啊，都是三星的更好。现在是夜晚主摄录像的表现。防抖两边都不错啊，但是清晰度就是解析力方面呢是 vivo 的更好，但是 vivo 呢稍微有一些鬼影。两台超广角到了这里呢都跟不上劲了，效果跟白天是没法比的啊，无论是防抖、清晰度啊，还有解析力啊，这些跟白天简直是差太远了。现在 vivo 是4.3倍，三星是3倍，但是 vivo 那边能看出来是用主摄数码变焦拍的，三星那边我没看出来。但是从实际的拍摄效果上来看呢，无论是防抖还是清晰度都是三星的更好，就是 vivo 这边更亮一点。
现在是10倍录像的对比 ，vivo 这边是非常糟糕的，三星那边也不咋地，但肯定比 vivo 这边强啊。那工业设计方面呢，就不多说了，大家就看看这两台手机的长相吧。你们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的啊，我也没拍上下，那就翻来覆去的，能看什么看什么吧。说说你们更喜欢哪边的工业设计就好了。那硬件方面呢，我们是更不懂了，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，那这期就没有总结了啊，以后的节目也不会再有总结。反正进度条上有每一个环节的刻度，没看哪个环节呢，就倒到这个刻度上再看一遍，结果呢都在节目里，省得你们直接看到结尾，还影响节目的完播率，对不对？ OK， 到结尾了，看完前面内容，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，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因为这是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的动力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